欢迎收看第10337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我继续来完成观众朋友们给我留的作业，来自2位不同的观众朋友。一位呢是想让我讲这个永乐大典这个事儿，还有一位呢是让我讲这个美国斩杀线这个事儿。那我为什么放在一起讲呢？因为其实这2件事儿啊，从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这么盛行，是吧？这2种说法或者这2个网络上的梗，它能盛行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啊，就是8个字儿啊，我们一会儿都会讲到。首先呢，这2个事情我今天不会从事实层面去过多的进行分析啊，因为我相信我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对吧？比如说永乐大典啊，说上面记载着所有现在的这些科技发明啊，是被西方偷去了，所以西方才诞生工业革命啊，才有这些科技创新超越了中国。有人真的相信这些吗？我知道中国有啊，我相信我的观众朋友们里应该没有，对吧？那么美国斩杀线这个事情呢，多说2句啊。这个事情呢，就是说美国人的首先是这个经济状态比较脆弱，对吧？你现在过的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中产的生活。但是呢，实际上你的存款储蓄非常的少，你的现金流非常紧张啊，然后呢，你的这个就是抗风险能力不够啊。那么一旦发生意外啊，这个意外包括比如失业啊、家庭变故啊、生病啊、事故啊等等，一个意外来了，因为你这些现金流非常的不充足的时候，你是靠你的信用来支撑你的这个生活和消费的。那你一旦产生了意外之后，这个信用就支撑不了了。你可能没有这些工伤保险，是吧？然后你呢，马上你就有这个像雪花一样的账单就来了，你的这些信用有可能就崩塌了啊，那也会影响你之后的找工作。那么这个美国斩杀线的意思就是，当你陷入这个境况的时候，美国的整个的制度和这个市场机制就连锁反应，导致你还不是缓慢的阶层下降，而是瞬间跌落，就被斩杀了啊！你就有可能就无家可归了，而且还有更可怕的数据啊，什么流浪的人啊，无家可归的人，什么3年之内死亡率高达75%等等，很多这样的数据啊堆出来，让你觉得好像在美国，你可能今天活得很光鲜啊，明天你有可能就流浪街头，你就死了。那很多中国人相信这一套说法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事实，对吧？但是为什么不是事实呢？就在于他把一些极端群体会发生的这种个体上的风险啊，那我们知道风险是有这种社会风险啊，它是一种概率性质的，对吧？但是呢，在这个说法里，他就把它包装成了一个所谓的斩杀线。就好像是你一旦跨过这条线，你一旦激活了这个情况啊，你就必死无疑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玩游戏啊，你触到这条线啊，你就 game over 了，出局了，不是这样的。那我们更准确的对它的一个描述应该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不是美国斩杀线，而是断崖风险线。就是说它确实存在这种断崖的让你社会阶层掉下来，然后你很难再爬上去啊，你面临非常多的这些信用问题啊等等问题，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风险。但是呢，我们看这个问题呢，一定要非常复杂的去看它啊，因为我们知道首先来说啊，意外分很多种，但在这个理论里，它把所有的意外打包啊，就是你反正遇到了你就死了。但是我们知道意外分很多种啊，你有的可能是这种，比如说工伤什么失业那你可能是有什么雇主保险来给你去兜底的，对吧？那么你家庭变故它可能还有原生家庭的一个托衬和一个帮助，对不对？那你比如说你遇到一些事故什么的，你在社会层面上还有一些慈善机构救援机构的介入。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每个州和每个州它的情况也都不一样啊，每一个行业跟每一个行业的情况也都不一样。
所以你不能把这些统统加在一起理解说，哎，遇到这个事儿你就死定了。这是中国人理解美国的方式啊，因为在中国一切都是一刀切的，一切都是全国一盘棋的，他无法理解说美国这样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你这个情况越复杂，每个人遇到的时候，你想解决掉这个问题的方式也就越复杂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招，对吧？如果美国在这个斩杀线之下就死定了的话，那你想想中国那些走线过去的人能活吗？你去了你就在这线之下，你都不是说从中产掉下来，你去了你就在这个线之下，对吧？你这么多的中国人啊，挤破脑门都想去美国，为什么呢？就为了去那儿被一下斩杀嘛。所以这个从事实层面啊是讲不通的啊。那当然了，我们看到了为什么还有很多的中国所谓的井底之蛙相信这样理论呢？因为在中国还有一些很无耻的专家在帮忙背书这个理论啊，比如郎咸平。我今天听到他讲这个事情，郎咸平说什么？说这就是美国故意设计出来的这套制度啊，就是为了去斩杀这些穷人，什么什么说一大堆。郎咸平啊，我在这儿说一句特别不客气的话啊，就是我听说在新冠疫情的时候，他母亲去世，对不对？他连他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当时那么的悲伤，那是不是那之后就没有人再教他怎么做人了呢？怎么这么无耻呢？你自己明明知道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严肃的分析模型，这就是一个情绪化导向的一个都不能叫理论工具就是一个情绪化导向的工具。郎咸平你是完全知道的，但是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去背书，去骗这些中国的井底之蛙们呢？顶着这么一个教授的title在这里骗人，为什么呢？这是人品有问题。因为他为什么是一个情绪化，就是引导你你要去恨美仇美，是不是？那是今天是哪个角度去仇美呢？是我们是骂他的福利的角度呢？就是说像欧美这种高福利的制度就是去专门养懒汉的，我们要抨击这样的制度。还是说我们今天是说你看他的底层也非常的悲惨呀，一被斩杀就活不下去了，这两个说法是矛盾的呀。这个福利制度是养这个懒汉的，为什么一旦变成懒汉，你马上就要饿死了呢？这不是矛盾的吗？就取决于今天这个党国让你从哪个角度恨美国，他就会宣传哪个角度，让什么专家出来说，然后这些井底之蛙就一片的欢呼产生优越感。所以这个事情当然了，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说美国其实和真正的你比如在欧洲的这种高福利国家比起来，它对于这些个体的你遇到这些风险之后的一个兜底，无论从制度设计上，还是说它的这个风格或者说这个救助这些贫苦人的这种能力上来说是没法比的，它当然是有差距的。我说美国和欧洲这些高福利国家相比，但是我们要看到高福利国家你能维持这个高福利是有很多代价的，对不对？但是在这一套理论里拿出来去说实际上就为了他们不拿欧洲去比的，对吧？现在一有这种情况，就是中美之间比。为什么这么比呢？就是为了告诉你外面的世界井外面很凶险很可怕。你看美国好像是什么各种灯塔，好像是什么这个世界第一强国，但实际上他们其实他们的人们活得也是非常的悲惨的不是也是跟中国比起来，中国这个制度其实反而更高明我们是阶梯设计的，我们有各种兜底不会像在美国一样你直接被斩杀掉它就是为了达到这么一个目的才去做这样的一个宣传。而最可怕的不是他做这样的宣传包括这永乐大典这个事情，最可怕的是无论这个永乐大典还是美国斩杀线在中国的盛行就是很多人相信这个说法，他真的相信永乐大典里记载了这些科技发明，他真的相信美国是水深火热的，而一对比说中国是不错的。但是你要问一问中国的这一套制度真的对人们是有这个兜底作用的吗？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或者我们说的更直白一点，我们就直接比较，难道中国没有一个，不止一个啊？中国难道没有中国斩杀线吗？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至少身份上就有一道斩杀线吧？你是哪里的户口啊？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直接就斩杀，你出生就斩杀掉了。城市里边你是北京户口、上海的户口啊，还是2、3、4、5线城市的户口，直接斩杀掉了，对不对？那有人说了啊，没事，那我生下来我就是北京人，或者我就是上海人啊，我已经天生的我就有优越感了，我这一道坎我就迈过去。那好，你的余生还有很多条斩杀线。你比如说啊，你中国也有这些信用斩杀线，对吧？啊，这就不说了。比如说，在中国，你有一个更可怕的啊，中国特色的叫什么？言行斩杀线。你说错话，你做错事儿，你试试，直接你就进了黑名单了，直接就把你斩杀掉了，你的号可能就被封了，你就被严格的监控住了，你就成了异议人士了。而且还有更可怕的，家庭连坐式的斩杀线，对吧？也是什么一个人啊，什么犯罪了，什么家庭内什么几代不能考公，什么这些事情，这难道不是斩杀线吗？而且这个斩杀线更可怕呀，这是代际间的这种斩杀线。所以在美国啊，你说有一些人啊特别倒霉一下悬崖式的啊坠落，甚至流浪街头，然后这个死去了。当然有这样的事情，对吧？但这是针对一些个体的。但是在中国呢，你一旦发生这个事情之后，你连人都不是啊。在美国你是从富人变成穷人，然后你在那里挣扎。在中国，我不管你富人穷人，你得罪了这个党国，你直接连人都不是，这是什么斩杀线呢？所以这个事情啊，整个这个逻辑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标题就这8个字，就这些理论啊，这些完全罔顾事实的，只是为了调动你情绪的，其实连说都没必要说的这种弱智理论的，能够在中国盛行，为什么？就这8个字：天朝上国，井底之蛙。我们拆开来说，天朝上国还不只是说是一种中国人的那种慕强射达，我们经常批判的，不只是这个啊，谁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是强盛的啊。那其实你不是天朝上国，你没那么强大，那就只能自吹自擂呗。还不止这么简单，中国人的这种天朝上国的这种思想啊，它是在于一种呢，就是我希望啊，外面是水深火热的，我这边风景独好。他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把这个视野啊，完全的聚焦在这个虚假的一个叙事上，然后他就可以忘掉自己所身处的这么一种悲惨的境地，以及忘掉自己国家的这么多的这个内忧啊，这么多的问题，他可以忘掉。所以当然这个天朝上国有这个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啊，也有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宣传，对吧？那么好，最终结果是什么？培养出了大量的井底之蛙。而这个井底之蛙呀，你别觉得它都生活在中国啊，被这个网络防火墙围了这么一个井，不是。很多海外华人也是这种井底之蛙的状态，他不是信息源不够啊，信息被闭塞住了，不是，而是他自己的认知闭塞住了，他自己把自己闭塞住了。就是我选择不去看，为什么不看呢？对吧？为什么不去看事实呢？是一个很坏的、长期的在网络上浸淫的一个习惯，就是立场先行，站队啊，情绪先行，不懂得去做事实核查，不懂得去分析啊，一个事情来了，究竟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不去进行复杂化的思考，啊，就是情绪化的，我快速贴标签，快速站队，然后骂，然后去那个宣泄。很多华人，海外华人也是这个德行，所以即便在海外，他依然是一个井底之蛙的状态。
这种理论就是为这些井底之蛙生产的。所以大家记住，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分析啊，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的傻子呀？为什么他们就是完全相信这种东西呢？就这8个字就能解释了。心理上为什么这个心理状态啊？天朝上国，井底之蛙。只要一天啊，无论海外的还是中国墙内的中国人、华人是这样的一个8个字的这个心态，中国就好不了，这个族群就好不了。OK 啊，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把这2份作业我就交了啊，感谢收看、订阅、分享。